Hello，大家好，这里是加密阿尔法，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分享比特币最新行情。23年以来最具有爆发力的看涨技术叫做 MVRV 金叉，你可能在别的频道听过，他们会告诉你就是这个指标在过去精准预言了90%甚至是400%的超级大牛市。如今 MVRV 金叉再次出现，是否预示着即将要反转？MVRV 指标是加密货币市场中一个核心的链上指标，用于判断资产价格是否被高估还是被低估。它是计算流通市值与已实现市值的比率，帮助投资者识别市场的周期性底部和顶部。简单来说，这个指标就像在帮比特币做体检，看大家买币的平均成本跟现在市价差多少。当短线向上穿过长线，代表整个市场的心态变了，大家不再因为恐惧而认赔，而是开始有信念要死抱不放。23年的一次金叉出现之后，比特币直接暴力喷射了400%，但是金叉不代表明天就会直飞到9万，它只是说趋势转了。历史上行情启动初期都超级磨人，像23年的话就足足洗盘了5个月才真正加速。如果你现在想要靠这个讯号去开这种几十倍的合约，我会保证你绝对会被市场洗得连骨头都不剩。还有一个指标 MACD 也出现了交叉，在过去每一轮这个周期 MACD 黄金交叉的时候，它都是突破这个趋势线的。我们把这个放大来看，就是长这个样子。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差不多的点位，就是画一条趋势线。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突破就是绿色这一根嘛，垂直线段，其实每一轮周期都是差不多的。那交易突破，比特币当时的情况在前后表现都不一定是特别好，甚至你可以说之前它都是处在一个盘整的状态。那其实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一样的状况？就是之前连续下跌好几个月嘛，现在的话也是前面下跌了好几个月，搞不好现在已经复苏了，只是大家还在怀疑说现在还是不是处在熊市。但是以这个同期比的角度，每次突破的时候都代表说接下来的行情或许会非常不错，所以从宏观周期的角度来看，或许我们现在呢正在起涨点上。但是就在这个黄金交叉即将成型的同一时间，同一图表上，比特币正在遭遇一个毁灭性的阻力，它正在被200日指数移动平均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200 EMA 无情的往下就是压着打。而且从历史数据来看自2025年的11月以来，每次比特币挑战这个关键位置就会出现失败，迎来的都是高达25%到36%的恐怖暴跌。我们现在正站在一个历史级别的十字路口上，同一张图表，同一个市场，却有着两种完全相反、极度撕裂的结局。市场现在正在同时定价这两种极端的结果，这场史诗级别的多空大决战到底谁会赢？我们算个简单的数学，如果比特币从82000顶点跌个25%，因为符合牛市前几段的话，它都是跌幅70%到80%左右。那我们现在来说的话，只跌了50%，加上这个25%，那就差不多是70%到80%区间。比特币呢会直接崩到61500左右，这绝对是一个会让全网血流成河、无数人倾家荡产的数字。现在市场的买盘需求根本接不住这么庞大的获利了结。从技术面来看，我们还深陷广泛的熊市结构。现在的问题不是哪一个指标是假的，而是这两股极端力量正在疯狂拉扯，到底哪一边的防线会先崩溃？我个人心中的剧本是洗盘震荡，多空双方谁也奈何不了谁。比特币将会在$74,000到$84,000这个1万大点的就是巨大区间内进行长达2到4个礼拜的区间震荡。ETF 的资金流入会吸收散户的卖压，但缺乏向上的爆发力。200日EMA 继续扮演天花板，而下方的50日，也就是这根橙色的线它会变成就是大概是74000，会成为最坚实的地板。对于长期投资者，这是黄金吸筹区；对于短线交易者，这是高抛低吸的区间。一句话总结就是：未出方向前保留子弹。加密货币市场变幻莫测，请务必做好自己的风险防范。好，我们来聚焦一下本周的宏观大事那周二也就是晚间的8点15分，美国就4月15日当周 ADP 就业人数周数变动的数据即将出炉同时间，在晚间的8点30分公布美国4月 CPI 的数据。解释一下 CPI 数据为什么对比特币这么重要因为比特币本质上来说已经不再是币圈资产，它越来越像全球风险资产的一部分。CPI 的话，它是市场预判美联储下一步货币政策最关键的数据之一，所以它会直接影响比特币。如果 CPI 高于预期，说明美国通胀没有压住，美联储可能选择不降息。市场就会担心，因为美元利率要继续高嘛，流动性不会释放，那资金通常会从风险资产撤离，所以它会从比特币开始撤离，那比特币往往就会下跌。如果 CPI 低于预期，说明通胀降温，美联储可能会选择降息，那市场就有钱涌进来了，那风险资产就会受益，比特币也会受益。
所以比特币呢往往会有就是有一段行情。本周三，也就是5月8日当周的 API 原油库存，这个原油库存为什么跟比特币有关系啊？有关系，库存减少，原油供给偏紧，油价容易涨。那油价涨，大家结合到目前的行情来看，油价涨，那比特币就跌嘛，油价跌，比特币就涨。那本周三晚间8点钟的 PPI 年率、月率又代表什么呢？首先 PPI 它是生产者物价指数，它是衡量企业生产成本有没有上涨，比 CPI 更靠前，所以很多交易员会把它称之为 CPI 的前哨站。如果 PPI 月率就看这个月比上个月贵了多少，例如预期的话是 0.2， 但实际上已经是 0.5， 说明通胀有升温的迹象，市场可能会担心 CPI 可能会偏高，然后呢，美联储会更加鹰派，那比特币就会直线下跌嘛。最后一条重磅消息，美联储迎来第17任主席，沃什预计本周上任。凯文·沃什预计周一获参议院确认，于5月15日正式从鲍威尔手中接过帅印。沃什一旦获确认，也许可以开启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在上周听证会上呼吁废除点阵图，重新审视前瞻指引机制。这意味着过去15年支撑全球资产定价的核心框架面临根本性的变革。路透今天的评论提到，他对缩减资产负债表 QT 和全球美元流动性持更加强硬的立场。翻译成我们币圈的语言来说，就是它会更加的鹰派，美元会更贵，市场流动性偏紧，风险资产承压，所以比特币容易被砸。那为什么比特币对主席换人特别敏感呢？因为 Bitcoin 本质上现在是交易未来的利率。他最担心2件事情，就是如果沃什上台之后，他一再强调就抗通胀、延后降息、支持高利率更久，那市场会理解美元流动性不会马上放，这对比特币来说，短线仍然是偏利空的，或者是更加激进缩表，也是 QT 啊，那资金面会更加紧张，通常都不太友好，反正。但是呢，有个特朗普变量，有意思的是，沃什最近又被部分媒体描述为对短期降息更开放，但长期偏硬。也就是说，市场现在在赌，它到底是特朗普路线还是传统废的路线。这就是为什么主席换人不一定等于利空，而是波动率上升啊。讲到这里，使用我们视频下方交易所注册链接进行注册，永久享受到最高手续费减免，还有众多新人福利。近期仍在坚持 OKX Sport 的小伙伴可以使用我们的专属减免优惠码，这样刷交易量可以有效避免不必要的损耗。如果还没有 Gas.io 的账户，可以使用我们的注册链接，这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福利。在注册的时候，记得绑定一下我们的专属邀请码，这样你可以获得 20% 的终身手续费返还。Bybit 交易所现在新用户注册满手优拿到爽，一鱼多吃福利多。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币安广场的账号。同样，如果自己在玩币安广场，多进行积极的发帖和互动。为什么呢？因为币安广场内置的一些空投活动，通过简单的参与，比如说转发帖子、关注，然后以及是发内容和文章，都可以得到相对应的积分。那这些积分的话，都是他给到奖励的凭证。在做这些任务的时候呢，也不要忘记我们阿尔法指标平台每日签到和观看视频。这些积分的话，都是空投简要的唯一要素。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空投